你们说谁是野孩子？你这么小就能打碎石头？我也不知道的呀，就是轻轻碰了一下啊。这兔子跑哪儿去了？耶，哪儿来的哭声？造孽啊！这么小的娃娃，谁家这么狠心扔在这儿？乖娃，爷爷带你回家，给你找吃的。听说了吗？老林头从山上捡了个女娃娃。哟，那女娃娃可水灵了，跟画上走出来似的。也不知道是谁家丢的。老林头一个老汉，怎么带娃？大娘好，爷爷好，姐姐你真好看。这娃太招人疼了。你就是林爷爷捡回来的野孩子。悠悠不是野孩子，悠悠有妈妈，只是……狗蛋，不许乱说！本来就是嘛，有娘怎么不要你了？你就是个野孩子。野孩子，第一次忍了，第二次忍了，第三次我忍不了了。你陪我的小兔子。陪？哈哈哈！他说让我陪，我就不陪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您刚才说要把我怎么样来着？多大的人了，还尿裤子？悠悠1岁就不尿裤子了。谁在说话？住手！谢谢你救了我呀！你真的会说话啊？哦，原来你不是普通的老鼠，是只灵鼠。我救了你，以后你就做我小弟吧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。我堂堂灵鼠怎能做你小弟？你服不服？服。老大，你身上有一股特别的气息。什么气息啊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像是灵气，又不太像，反正很特别，我从来没闻过。会不会是因为小花精？小花精？这是从小就陪着我的小花精，现在它睡着了。这是花灵珠。老大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这种东西只有修仙之人才会有。什么是修仙啊？就是修炼成仙呀。我当然不是普通人啦，我是悠悠嘛。老大，你有花灵珠，又有天生闪力，说不定你根本就不是普通人。唉，跟老大聊天真的聊不到一个频道上。娘，那个野孩子欺负我，反了天了！一个捡来的野丫头也敢欺负我儿子！老林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家那个野孩子打我儿子，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桂花，怎么回事？你看，你那个野孩子把我儿子吓成什么样了？要是把我儿子吓出个好歹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娘，我怕。我没有打他呀。你还敢狡辩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没人教没人管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桂花，说话注意点，悠悠不是野孩子。你说我可以，不许说我爷爷。你这个臭丫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桂花，你冷静点儿。冷静什么？我没法冷静。够了，桂花，你一个大人跟个3岁的娃娃闹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儿子被他欺负了。狗蛋，你跟爷爷说实话，悠悠打你了吗？他打树了。听见了，人家没打你儿子，别老欺负人。青山村的风气不能坏在你们手里。咱们走着瞧。老林，张桂花虽然泼辣，但有句话说得对，你一个老汉确实不方便照顾一个小女娃。我跟你商量，想给悠悠找户人家收养，让她有个完整的家。你想找哪户？村东头的李秀莲2口子，成亲6年没孩子，人老实心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让我再想想。爷爷，是不是悠悠给你添麻烦了？怎么会呢？那爷爷为什么不要悠悠，要把悠悠送走？悠悠，爷爷希望你能有个完整的家，有爹有娘，有兄弟姐妹，以后不会被人叫野孩子。那悠悠还能回来看爷爷吗？当然能。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这就是悠悠。婶婶好。悠悠，你愿意跟婶婶回家吗？婶婶家有好吃的吗？有，婶婶会做很多好吃的。悠悠来了。悠悠，快过来，奶奶给你拿糖吃。真是阴魂不散。这个世界真小。秀莲，你真要收养这个丫头？谁知道她什么来历？好端端的孩子，谁舍得扔？嫂子，林大爷是从山上捡到的，
孩子很乖，没事的。哼，捡的就更不能要了，说不定有什么问题。悠悠，你要干嘛？没什么。娘，我帮您把门口这块砖修一修，刚才发现它有点松了。老大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昨天闻到了灵气的味道。老大，你有花灵珠，说不定跟修仙有关系。你是说我也能修仙？很有可能。我虽然是灵属，但对修仙的事知道的不多。如果能找到一个真正懂行的人问问就好了。那怎么办？只能等机会了。修仙讲究机缘。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机缘。第二天，我在院子里玩，无意间看见老先生往村后的山上走去，我偷偷跟了上去。小鼠从口袋里探出脑袋：“老大，你干嘛？”我觉得那个老先生不简单。老先生上了山，走到一棵老松树下，盘腿坐了下来，然后他闭上眼睛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一动不动。我躲在树后面，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他在干嘛。睡着了。别出声！小鼠忽然激动起来，他在打坐修炼，他身上真的有灵气。什么？我瞪大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老先生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朝我藏身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出来吧！我吓了一跳，犹豫了一下，从树后面走了出去。老先生看着我，眼里没有惊讶。你怎么跟来了？我歪着头看着他。我看你走路的样子不像普通人。老先生笑了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子，认真地看着我。他说他的真名叫白鹤，曾经是青云宗的长老。他给我讲起了往事。3年前，他在一次秘境中受了重伤，修为大跌，不得已来到这里。白先生看着我，目光灼灼。悠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在这儿吗？我摇头。因为我感应到了这附近有一股灵气波动。白先生一字一句地说。悠悠，你就是那个有仙根的人。我愣住了。小鼠从口袋里探出头来，激动得直发抖。我就说嘛，老大你不是普通人。白先生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来历，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你是天生的修仙好苗子，如果不好好修炼，太可惜了。那你能教我吗？我问。白先生笑了。我虽然修为大不如前，但教一个入门弟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就这样，我拜老先生为师了。第一天，我盘腿坐下来，我把花灵珠从怀里掏出来，握在手心里。花灵珠散发着淡淡的柔光，有一股温暖的力量从珠子传到我的手上，再传到全身。忽然之间，我感觉到了空气中有无数细小的光点，像萤火虫一样飘来飘去。师傅，我兴奋地睁开眼，像受到了召唤一样，纷纷朝我涌来，钻进我的身体里。只是白先生瞪大了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大好厉害！小鼠在桌上跳来跳去。师傅，这就是灵气吗？白先生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说：“悠悠，你仙根太强了，按照这个速度，你的灵气增长太快了，但你的身体还太小，经脉不够宽，灵气太多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那怎么办？”白先生说：“需要找一种叫阔脉草的灵药，帮你拓宽经脉。这种草在普通山里找不到，只有灵气充裕的深山老林里才有。”那我们去哪里找？白先生拿出一张泛黄的地图，指着上面一个标记，离这里300里。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，走了大半天，我们到了一个叫落霞镇的地方，准备在这里歇脚吃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身影忽然从旁边的巷子里冲了出来，一头撞在我身上，砰！2个小娃娃撞在了一起，双双摔倒在地。我揉着屁股爬起来一看，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女孩也坐在地上，正瞪着眼睛看着我。她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脏兮兮的，但一双眼睛又大又亮，凶巴巴的。你撞我干嘛？小女孩凶巴巴的先开口了。明明是你撞我的。我也不示弱。你挡我路了，你走路不长眼睛的。你才不长眼睛。2个人你瞪我，我瞪你，谁也不让谁。小鼠从口袋里探出脑袋，小声说：“老大，这个小孩身上有灵气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仔细看了看他，果然他身上也有一股淡淡的灵气，跟我身上的有点像。小女孩也注意到了小鼠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你会说话？小鼠吓了一跳，赶紧缩回口袋。小女孩盯着我的口袋，眼里冒着光。那是灵鼠，关你什么事？我把口袋捂住。小女孩忽然换了一副表情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家都叫我小狂魔，你叫什么呀？”我一脸警惕。你刚才不是挺凶的吗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小狂魔凑过来：“你的灵鼠卖不卖？我出高价。”不卖。那我用这个跟你换。他从怀里掏出一颗亮晶晶的珠子，递到我面前。那颗珠子上散发着浓郁的灵气。不换，小鼠是我的朋友，不是货物。小狂魔愣了一下。你真有意思。他把珠子塞回怀里。小狂魔上下打量我：“你这么小就能引气入体了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因为我也能。小狂魔得意地挺了挺胸。我可是天才中的天才。我撇撇嘴。我也是。那咱俩比比。比就比，谁怕谁？就在这时，白先生端着2碗面回来了，看见小狂魔，微微皱眉：“这位是？”“师傅，这是我刚认识的小狂魔，他要跟我比试。”白先生看了看小狂魔，瞳孔忽然一缩，他蹲下来，仔细地看着小狂魔的脸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你身上的灵气怎么这么强势？”小狂魔得意洋洋：“
我师傅说了，我是百年难遇的修仙奇才。白先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小狂魔一眼，欲言又止。先吃面吧，吃完还得赶路。小狂魔一屁股坐在我旁边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们要去哪儿，不如我们结伴而行。白先生犹豫了一下，最后点了点头。他看小狂魔的眼神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。走了很久，我们终于到了青云山脚下。这座山高耸入云，山顶隐没在云雾之中，鸟兽成群。白先生指着山顶说：“阔麦草长在半山腰的悬崖上，我们需要爬上去。”我仰头看了看，山好高啊！师傅，这么高我们能爬上去吗？小狂魔在旁边哼了一声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我2岁就会爬山了。”吹牛！你不信拉倒。两个人又开始瞪眼。白先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上山的路崎岖，到处都是碎石和树根。我一个3岁的小娃娃，腿又短，走起来格外费劲。小狂魔在前面走得飞快，边走边说：“姐姐小傻瓜，你跟不上吧。”我咬着牙加快了脚步。白先生在后面看着，又是心疼又是欣慰。走了半天，我们终于到了半山腰。白先生指着悬崖壁上的一丛银色小草，看，那就是阔麦草。我探头一看，那丛草长在悬崖中间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看一眼就头晕。我去摘，小狂魔二话不说就要往下跳。等等，白先生一把拉住他，太危险了，我来。白先生踩着悬崖壁上凸起的石头，一点一点地往下移动。我和小狂魔趴在悬崖边，紧张地看着。就在白先生快要够到阔麦草的时候，悬崖上方忽然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，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扇动翅膀。我抬头一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天空中密密麻麻地飞来了一大群黑色的虫子，长着锋利的牙齿，是灵虫。小狂魔惊呼一声：“快跑！”但来不及了，那些是灵虫像一团黑云一样扑了下来，直奔白先生而去。师傅！我大喊。白先生一手抓着石头，一手驱赶是灵虫，但虫子太多了，怎么赶都赶不完。悠悠，快走！白先生大喊：“别管我，我怎么能走？”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怀里忽然传来一阵滚烫的温度，花灵珠从我怀里飞了出来，悬浮在半空中，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，光芒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强，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挂在空中。那些是灵虫被光芒照到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纷纷掉落在地上。剩下的是灵虫见势不妙，一哄而散，逃得无影无踪。我呆呆地看着花灵珠，看着它慢慢变大变亮，最后砰的一声，花灵珠炸开了，无数金色的光点在空中飞舞，渐渐汇聚成一个小小的身影。那是一个巴掌大的小人，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，眼睛是金色的。他看着我，甜甜地笑了。小花精，你醒了！我惊喜地叫了出来。小花精飞到我面前，用小手摸了摸我的脸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我高兴得又蹦又跳。小狂魔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这是花精灵，传说中千年难遇的花精灵。小花精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皱眉。这个小孩身上的气息好熟悉。我愣了一下，小花精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飞到白先生身边，小手一挥，一片花瓣落在白先生的手上，伤口瞬间愈合了。白先生攀着石头爬了上来，喘着粗气，看着小花精，眼里满是震惊。小花精醒了之后，摘阔麦草就变得容易多了。他飞下悬崖，轻轻松松地摘了一大把阔麦草，飞回来塞到我手里。白先生看了看阔麦草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小狂魔在旁边看着我，我得意地冲他扬了扬下巴，羡慕吧？哼，我才不羡慕。小狂魔扭过头去。小花精想了半天，他沉睡太久，很多记忆都模糊了，但他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，他之所以会在悠悠身边，不是因为偶然，而是因为有人在很久很久以前把他托付给了悠悠。那个人是谁？小花精想不起来了，但当他看见小狂魔的时候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叫做亲近。摘到阔麦草之后，我们开始往回走，一路上小狂魔像块牛皮糖一样黏着我，走到哪跟到哪。姐姐，你的花精灵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姐姐，你力气为什么这么大？我被他问得烦了，回头瞪了他一眼。你再叫我姐姐，我就把你扔下山去。小狂魔缩了缩脖子，但过了一会儿又凑过来了。那叫你什么？悠悠，随便。回到青山村之后，白先生把阔麦草熬成药汤，让我喝下去，忍一忍。白先生按住我的肩膀，扩麦的过程会很痛，但你一定要忍住。我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，额头上全是汗，但我没有喊疼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小鼠趴在枕头边，紧张地看着我，小爪子攥得紧紧的。小花精飞在我头顶，不断地用花瓣为我降温。悠悠加油，快好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我咬着牙，心里默念：我是悠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1个时辰后，药效终于过去了。我瘫在蒲团上，浑身上下像被水洗过一样，全是汗。成功了。白先生长出一口气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小花精高兴地在我头顶转圈，小鼠激动地在地上打滚。我坐起来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气，忍不住笑了。师傅，我现在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？白先生想了想，如果一切顺利，10岁之前你可能就超过我了，到那时候你就该离开这里了。我愣住了，离开？去哪里？白先生看着我，悠悠，你的舞台不在这个小小的青山村，你注定要走向更大的世界。我不走。我摇头，我要跟师傅在一起，跟爹娘在一起，跟奶奶在一起。白先生摸了摸我的头，没有说什么，但他的眼神告诉我，有些事情不是我不想就不会发生的。小狂魔在青山村住了下来，白先生心软，让他住在了祠堂里。有一天晚上，白先生把我和小狂魔叫到一起。小狂魔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师傅是谁？白先生问。小狂魔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记事起就跟着一个老道士，但他只教了我1年就走了。走之前跟我说，让我去找一个叫青云宗的地方。青云宗？白先生皱眉，那就是我以前的宗门。真的吗？小狂魔眼睛亮了。那白先生，你知道青云宗在哪里吗？
白先生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知道，但青云宗在3年前的那场变故之后已经封山了，外人进不去。那我师父为什么让我去找青云宗？”白先生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了小花精。小花精一直盯着小狂魔看了很久，忽然开口了：“悠悠，这个小孩的灵气跟你的一模一样，但悠悠，你相信直觉吗？”“什么直觉？我觉得你跟小狂魔之间有很深的关系。”小花精认真地说：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。”我看着小狂魔，他也看着我，两个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明白小花精在说什么。但白先生听懂了，他的脸色变得非常复杂。“悠悠，小狂魔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。”“什么事？”白先生深吸一口气。“3年前，青云宗有一个很厉害的女弟子，后来她爱上了一个凡人，生了一个女儿。”白先生看着我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怀疑你就是那孩子。那天晚上的谈话，让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我是谁？我的爹娘是谁？我为什么会被丢在山上？这些问题以前我不在意，但现在我想知道。”“小鼠，你觉得师傅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晚上躺在床上，我问趴在枕头上的小鼠。小鼠想了想：“白先生不会骗你的。那怎么才能找到你的亲生母亲？”小鼠说：“小花精飞过来，落在我的鼻尖上。悠悠，我有一个办法。”“什么办法？”“用花灵珠的力量感应血缘。”小花精说：“如果你母亲还活着，花灵珠能感应到她的大概方位。”真的。第二天，白先生忽然咳出了一口血，脸色苍白的像纸一样。“师傅！”我吓得扑过去扶住他。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”白先生擦了擦嘴角，勉强笑了笑。“你骗人！”我哭了。“你说过你的伤没事的，你是不是要死了？”白先生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悠悠，师傅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长大。”他摸着我的头：“如果师傅撑不到那天，你要答应师傅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不要放弃。”“不要你死！”我抱着他的胳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小花精飞过来，小手放在白先生的额头上，金色的光芒笼罩着他的身体。他的伤太重了。小花精摇头：“我的力量不够。”师傅就这样走了。我哭得很伤心。我想了好久，决定去找我娘。我以前不知道就算了，现在知道了，就想找到她，问问她为什么不要我，为什么要狠心丢下我。小狂魔非要跟我一起，走了半天，小狂魔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把包袱往旁边一扔，长出一口气：“累死我了。”才走了半天就喊累。我啃着干粮，白了他一眼。小鼠从我口袋里跳出来，在地上跑来跑去，忽然叫了起来：“老大，那边有条小溪。”真的，我眼睛一亮，跑过去一看，果然有一条清亮的小溪，水里还有鱼。“我们抓鱼吃吧。”我撸起袖子就要下水。“等等！”小狂魔拉住我：“你一个小娃娃下水多危险，我来。你会抓鱼？”“当然会。”吹牛大王。两个人又开始瞪眼，最后还是小花精出手，小手一挥，几片花瓣飞出去，在水面上轻轻一点，几条鱼就晕乎乎的浮了上来。“哇，小花精你好厉害！”小狂魔在旁边说：“有个花精灵就是好，羡慕也没用，那是我的。”我得意地朝他吐舌头。我们开始烤鱼，小狂魔烤的鱼一面焦一面生，黑乎乎的，看起来就不太能吃。我烤的鱼金黄金黄的，外焦里嫩，香气四溢。“你怎么烤得这么好？”小狂魔看着我的鱼流口水。“我就是不告诉你。”嘿嘿，我把一条烤好的鱼递给他：“吃吧。”小狂魔愣了一下，接过鱼，小声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我笑了笑。几个人围坐在火堆旁，吃着烤鱼，聊着天。夕阳西下，天边染了一层橘红色。“悠悠！”小狂魔忽然叫我：“你说你亲生母亲长什么样？”我想了想，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她一定很好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很好看啊。走了3天，我们到了一个小镇，镇子不大，但人来人往的，还挺热闹。我们找了个客栈住下，打算歇一晚再走。客栈的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，看见我们2个小孩子独自住店，有点犹豫：“你们家大人呢？”“在后面，明天就到。”我甜甜一笑：“伯伯，给我们2间房。”老板被我的笑容迷住了，痛快地给了2间房。小狂魔在旁边小声说：“你笑起来真好看。”我一直都很好看。我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安顿好之后，我带着小鼠和小花精下楼吃饭。小狂魔已经在楼下坐下了，面前摆了一桌子菜，吃得满嘴流油。“你点这么多，吃得完吗？”“我饿。”小狂魔理直气壮。我坐下正准备吃，忽然感觉到一股不怀好意的视线。我抬头一看，角落里坐着一个穿黑衣的男人，正盯着我肩膀上的小花精看，眼里冒着贪婪的光。我皱了皱眉，悄悄拉了拉小狂魔的袖子。那边那个人在盯我们。小狂魔看了一眼，脸色也变了，他身上有灵气波动，是个修士。小花精小声说：“悠悠，我们要小心。”我点点头，若无其事地吃完饭，带着小狂魔回了房间。“小鼠，你去看看那个人住在哪间房。”小鼠点点头，嗖的一下从门缝钻了出去。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老大，那个人就住在我们隔壁，说什么发现了花精灵，准备动手。”我眼睛一眯，想抢我的小花精，那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半夜，我躺在床上，小花精躲在我的枕头底下，小鼠藏在床角的暗处。果然，没多久，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啪嗒一声，门被悄无声息地打开了，一个黑影闪了进来。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样的东西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他走到床边，伸手就要来抓小花精。就在他的手碰到枕头的一瞬间，砰！我打在了他的肚子上。黑衣男人闷哼一声，轰的一声倒地。有刺客！我大喊一声，从床上跳了下来。小狂魔也从隔壁房间冲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短剑，威风凛凛地挡在我前面。黑衣男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肚子，脸色铁青：“小丫头，你找死！”他掐了一个法诀，一道黑气朝我射了过来。小狂魔挥剑挡了一下，但黑气太强，他被震退了好几步。我伸手接住了剩下的黑气，手掌心一阵刺痛，
但没有受伤。黑衣男人瞪大了眼睛，你是什么怪物？你才是怪物！我冲上去，又是一拳，这一拳他飞了出去，撞穿了窗户，落在了走廊尽头。客栈里的人都被惊醒了，纷纷出来看热闹。黑衣男人见势不妙，爬起来就跑了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，拍了拍手。想抢我的小花精，不自量力！小狂魔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离开小镇之后，我们加快了脚步。夜晚，我们在一间破庙休息。小花精坐在我的肩膀上，忽然开口了：“悠悠，我好像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你娘我见过。”我猛地抬起头，你见过在哪里？什么时候？小花精闭上眼睛，努力回忆着。我记得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女人把我种在花盆里，每天给我浇水，跟我说话。她说她有一个女儿叫悠悠。然后呢？然后有一天来了很多人要抓她，她把花盆打碎，把我藏在怀里，跑了很远很远的路。小花精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最后，她把我放进了一颗珠子里，说：“小花精，帮我去陪悠悠，告诉她娘没有不要她。”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她真的这么说的，真的。小花精飞过来，用花瓣帮我擦眼泪。悠悠，你娘一定很爱你，她不是故意丢下你的。我抱着小花精哭了好久，我擦了擦眼泪，吸了吸鼻子，我说：“我还是要找到她，想听她亲口告诉我。”哭完之后，我心情好多了。转头一看，小狂魔正盯着火堆发呆，表情有点落寞。你怎么了？我戳了戳他。没什么。小狂魔扯了扯嘴角，就是觉得你有娘可以找，挺好的。我连找谁都不知道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许你也有娘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”不可能。小狂魔摇头。我师父说了，我是他从路边捡来的，跟野草一样。我当初也是被捡来的，以前的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后的我。小狂魔看着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悠悠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乐观？因为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，为什么不笑呢？我冲他眨眨眼。再说了，我这么可爱，哭起来多难看。小狂魔终于笑了，火堆噼里啪啦的烧着，火光映在2张小脸上，暖洋洋的。小花精靠在我肩膀上，打了个哈欠，小鼠钻回口袋，缩成一团。夜风从破庙的窗户吹进来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我靠在柱子上，闭上眼睛，快睡吧。明天还要赶路，走了7天，我们终于到了仙界入口迷雾森林。这是一片常年被浓雾笼罩的森林，传说只有有缘人才能找到正确的路，否则就会在里面迷失方向，永远走不出来。白先生给我的地图上标注了一条路线，但他说这条路线是3年前的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。悠悠，你真的要进去？小狂魔看着阴森森的森林，有点发怵。来都来了，还能回去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吧。我们手拉手走进了迷雾，能见度不到1丈。小鼠从口袋里探出脑袋，用鼻子嗅了嗅。老大，左边有灵气波动，走左边。我们按照小鼠的指引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前面忽然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走近一看，是一条小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河面上飘着几片发光的荷叶，这是灵河。小花精惊讶地说，这种灵河只有在灵气极其充沛的地方才能生长。我高兴地拉着小狂魔过了河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片广袤的平原出现在眼前，平原上长满了奇花异草，天空中飞着我没见过的彩色鸟，远处有山峰耸立，山峰上隐约能看到亭台楼阁，这就是修仙界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抬头望去，青云宗的山门高耸入云，2根巨大的石柱上刻着青云2个大字，石柱之间有一道淡淡的光幕，那是宗门的护山大阵。山门口站着2个穿白衣的弟子，看见我们2个小孩子，皱了皱眉。站住，青云宗不接待外人。我上前一步，仰着脸说：“2位哥哥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”找谁？白鹤。我说：“白鹤长老。”2个弟子脸色一变。白鹤师叔，他老人家已经失踪20年了。我说：“他让我来找青云宗，说有一样东西要交换。”这当然是我编的，但我得先混进去。2个弟子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个说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禀报掌门。”不一会儿，那个弟子回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。老者看着我和小狂魔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。你就是白鹤的弟子？是的，老爷爷，进来吧。老者手一挥，光幕打开了一个口子，我们走了进去，进入青云宗内部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仙境。到处是奇花异草，灵泉飞瀑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，吸一口都觉得浑身舒畅。小鼠在口袋里激动得直发抖。老大，这里的灵气太浓了，比凡间浓100倍。小花精也开心地在空中飞舞。老者带我们到了正殿。白鹤他还好吗？老者问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实话，师傅不好。老者叹了口气，当年那场变故，他为了保护一个人受了重伤。老者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你长得真像他。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，像谁？像你娘。他给我们讲了一个3年前的故事。青云宗有一位天才女弟子苏念瑶，后来她嫁给了凡人，生了一个女儿。那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。青云真人叹了口气，有人泄露了苏念瑶的身份，引来了一群邪修，要抓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身上有一件至宝，上古神兽的封印。青云真人说，谁得到它，就能获得神兽的力量。他刚生下女婴。小狂魔忽然哭了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小狂魔愣了一下，青云真人看着小狂魔，瞳孔猛地一缩，
你今年多大？6岁。你的灵气。青云真人猛地站起来，走到小狂魔面前，仔仔细细地看着他的脸，像，太像了。他的声音在颤抖。苏念瑶生下女婴后，邪修们找上了门，那一战打得天昏地暗。他拼尽全力，终于击退了邪修，但苏念瑶受了重伤，被一种恶毒诅咒侵蚀。那种诅咒会让人的身体慢慢缩小，灵魂却沉睡在了那个婴儿体内。青云真人看着我，缓缓开口：“那我娘她现在在哪里？”青云真人看向我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看向小狂魔。小狂魔就是你娘，她受到了诅咒，没想到她还活着。我和小狂魔都惊呆了。小狂魔身上的灵气跟我同源，小花精之前也说过。就在这时，小花精忽然飞了起来，全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。悠悠，我感应到了。小花精激动地说：“那个沉睡的灵魂就在你身上。”小花精飞到我面前，用小手点着我的眉心。就在这里，我被小花精的话惊呆了。娘亲的灵魂在我的眉心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说，话音刚落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。不好了，邪修攻山了！青云真人脸色大变，冲了出去。我和小狂魔跟在后面，跑到山门口一看，黑压压的一片人影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着黑袍的男人，浑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，交出神兽封印，便可以饶你们一命。青云真人咬牙做梦，双方打了起来，战斗非常激烈，但对方人数太多，而且个个修为不低，很快就有弟子受伤倒地。小狂魔拔出短剑，冲上去帮忙，我也冲了上去，一拳打飞了一个，但对方太多了，打退一个，又上来2个。就在我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一个黑袍人忽然出现在我身后，一掌朝我拍了过来，我摔在了地上。悠悠，小狂魔大喊，想要冲过来救我，但被几个邪修缠住了。黑袍人朝我走来，伸手就要来抓我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眉心忽然传来一阵剧痛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眉心涌出，我的身体开始发光，越来越亮，亮的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。光芒中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谁敢动我的女儿？”光芒散去之后，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我面前，她穿着一身白衣，长发如瀑，面容绝美。她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悠悠，娘来了！我呆呆地看着她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你是我娘？是的，孩子。娘，对不起你，你受苦了。她摸着我的脸，眼泪落在我的手背上。她转身看向那群邪修，眼里全是恨意。一股恐怖的灵气从他身上爆发出来，那些邪修被灵气冲击得东倒西歪。黑袍人大惊失色：“这不可能！你中了诅咒，怎么还能使用灵气？”诅咒？苏念瑶冷笑：“我是中了诅咒，但悠悠身上的仙灵之气已经帮我化解了大部分诅咒。虽然我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原样，但我的修为已经回来了。”他一步一步走向黑袍人，每一步都踩得地面震动。3年前的恩怨，今天我要全部讨回来。苏念瑶的修为极高，虽然被诅咒折磨了3年，但她的修为不仅没有退步，反而因为在我体内沉睡，吸收了我身上的仙灵之气，变得更加强大。黑袍人拼尽全力，但在苏念瑶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黑袍人惊恐地看着他：“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”苏念瑶没有回答，一掌拍过去，黑袍人当场就消失了，剩下的邪修剑首领消失了，纷纷四散而逃。苏念瑶没有追，转身走回我面前，蹲下来：“悠悠，你怕不怕娘？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摇了摇头：“不怕，娘真厉害。”苏念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她把我抱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“悠悠，娘对不起你，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。”“不苦。”我靠在他肩膀上。“悠悠有很多人疼。”“我知道。”苏念瑶亲了亲我的额头。“我的悠悠是世界上最乖的孩子。”娘亲要回到小狂魔的身体里，你会不会嫌弃娘？小狂魔也过来和我们抱在了一起。苏念瑶说：“我中了诅咒，身体缩小，灵魂沉睡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”小狂魔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哭得像孩子。苏念瑶一只手抱着我，说完一道白光闪过，苏念瑶和小狂魔合为一体。青云真人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老泪纵横。3年了，终于团圆了。邪修被击退之后，青云宗恢复了平静。回到青山村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，夕阳把村子染成了金色。我飞奔着跑进村子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爹娘奶奶，我回来了！”李秀莲从屋里冲出来，看见我，眼泪哗的就下来了。我的悠悠，她把我抱起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奶奶拄着拐杖从里屋走出来，看见我，老泪纵横，回来就好。看着我又哭又笑。这位是小狂魔，也是我的亲娘。李秀莲看着小狂魔，一个6岁的小女娃，愣住了。我连忙说：“这件事谁来话长，以后慢慢再说。”虽然我娘变成了6岁小孩的模样，但她的心智还是大人。她每天都会教我修炼，教我做人的道理。她每次照镜子的时候，她都会叹气：“哎，这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？”我在旁边说：“娘，不急，慢慢来，反正悠悠也在长大，我们一起长大。”她看着我，我看着她，我们都笑了。好，一起长大。